我打开一本书，一个灵魂就苏醒。I made friends with some kids who used to hate me, 'cause they're the ones who made me exactly who I am. Shaking hands with some girls who never called me. Always made me sorry for acting who I am.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. I'd be nothing without you. Don't tell yourself you're sorry, 'cause it's hardly ever true. 今天读的是额尔古纳河右岸，花了20分钟读了11页。里面的文字呢，能让我感受到非常自然而充满灵性的一些味道。你不难发现，书中的主角不仅仅可能有各种性格鲜明的人物，还有与他们共生的驯鹿、草地、树。所以这本书感觉不仅写了关于鄂温克族人的故事，还讲述着自然界万物生长变迁的故事。我的驯鹿没有犯罪，我也不想看到他们蹲进监狱。作者真的很擅长借用自然界的变化来阐述人物内心的活动，使两者相辅相成。倒计时12分钟。现在开始倒数12分钟。最近开启了夏日马甲线计划，所以饮食也比较严格，会按照高蛋白、低碳水、多蔬菜的方式来做。对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个鳗鱼真的太好吃了，一定要记得放柠檬汁，空气炸锅10分钟就可以。以前小的时候真的不喜欢做菜，但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，真的很享受做菜的过程，更享受慢慢吃饭的过程。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啊，或许我们真的太过着急了，总是赶着时间去做更多的事，赶着时间向别人证明自己，追逐的过程中难免就会陷入更多的焦虑，从而失去了生活原本应该有的状态。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今天的下饭频道是一部纪录片《书房里的世界观》，一共5集，每集大概就5分钟左右，分别采访了5位国内顶尖的文化人，讲述他们对书房世界观的一些理解。书房虽然它是一个有限空间，但是实际上每一本书都指向一个过去，有时候指向一个非常遥远的过去。所以我自己曾经有一行诗，我记不清楚，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打开一本书，一个灵魂就苏醒。那句诗叫“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”。对，再分享一个小知识，如果你想快速减脂的话，一定要调整你的吃饭顺序，先吃蛋白质，再吃蔬菜，最后吃碳水。布书准备送给侄女儿的，上次不是在他们家看到有这种书嘛，后来我上网搜了，发现还有这种可以自己动手的，所以就买了，准备送给她，还蛮有意思的。看，每一个都可以动。Hello 呀，这是今天的一个 OOTD， 带有一点点休闲，有一点点正式。终于来健身房了。过年之后呢，基本上都在跳舞，就没有来过健身房。今天算是年后的第一练。还记得上期和你们说的，我今年打算新开2个主题吗？其实第2个主题呢，就是关于健身，想要看看多长时间能练出马甲线。今天也真的太不小心了，不知道是碰到哪里，明明拿的是杠铃片，怎么会把手给割伤了？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做事儿毛毛躁躁的。今天的训练任务是练臀，一共4个动作，硬拉8组，哈克深蹲8组，髋外展4组，还有山羊挺身4组。硬拉的力量有所上升一点点，
最高拉到了50公斤，哈克深蹲有所下降，最高拉到了125公斤。有氧做的是椭圆机30分钟，然后大家记得一定要拉伸。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，其实压力真的挺大的，所有的规划、方向、执行都需要自己去完成。不过好的一点是，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去执行，而且可以不断的去挑战自己，完善自己。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享受的。晚上在姐姐家翻豆腐，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呢，就是云南非常出名的建水骚豆腐，这个是建水话，我说的也不太标准，但是真的很好吃。还有这个香肠，肉感真的很鲜嫩，再搭配这个云南的辣椒干蘸料，简直感觉就是人间美味。卡的也搞水。错了，重新来哈。这是一家人，大姐不在，如果在的话要坐中间，然后这个是二姐，这个是三姐，我是老幺 ，Hello， 当当当，哇，这个太漂亮了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，小红书没有刷下我的账号吗？已经刷了，没有更新。晚上回到家看了一部我姐推荐的《山河故人》，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看的。看完以后，我最大的感触是，时代造就不同的人生，但是不管怎么选择人生，痛苦随着时代的变化，物是人非带来的内心空洞，总还是会贯彻每个人的一生。